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。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看到很多家长要在家里开始他们的教学旅程，所以呢，我就希望透过这个频道可以分享一些我的小建议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继续看下去哦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们主要是探讨一下怎么样让小朋友对阅读不抗拒，而且感到兴趣呢？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，小朋友在阅读方面是怎么样成长的。简单来说一下，其实小朋友的阅读跟他的环境是环环相扣的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小朋友见识的越多，他们的阅读的世界也会比较丰富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看一下0到6岁，我们称之为 pre-reading stage 的小朋友们。这个 pre-reading stage 阶段的小朋友呢，主要就会展示一下他们对字母 alphabet、word 单字，然后 book 就是书本上的认识。那他们的动作可能就会包括怎么样去翻页啊，把书拿正，就是拿好一点，不会把它反转啊，怎么之类的。然后他们也会用眼睛或者是手指去扫视，他们一边读，然后一边去发音。可是我们要记住呢，其实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不一定会怎么去拼音，他们可能是纯粹把字把它背进去，然后读出来。最后呢，最重要的呢，他们就是用图片会表达，然后也会分析一下他们自己的想法。那我们作为大人，怎么样去帮助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去做阅读上的进步呢？我有一些小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，千万不要过度的规定小朋友阅读的标准。意思就是因为有某些家长爱子女心切，会期望他们在阅读中要学到东西。但有时候小朋友本身自己发问的问题或者是讨论，冥冥之中就是他们要学习的方向。所以如果小朋友们想特别研究一个单词或者是一个图片，你就跟着他一起去探索吧，不要每一次都要求把书读完，或者是把主题要学好。那第二个不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我看到很多家长都会去做的，就是重复更正小朋友的发音或者是错处。这个非常重要，其实你讲1-2遍就好了，而且你可以尽量的轻轻的带过。其实你过度更正的话，小朋友可能不会开心，或者是他会害怕说错。我们可以试图让他在他们舒服的状态，自己从对话中去发掘新的语法。有一个例子就是单词明明写着 apples 有 s， 但小朋友把它读成 apple， 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有图片的话，你可以利用一下，然后简单的说一句 Wow, that's a lot of apples。 小朋友会发现的，你不要害怕。第三个不要做的是像大人一般的阅读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阅读是很需要你的热情啊，然后演技，这样小朋友、小演员才会投入的。说真的，如果你很沉闷的给我读我最爱的书，我也不会想听啊。而且你可以用一些道具啊、小模型、木偶之类，也可以邀请小朋友跟你一起把故事演出来。你甚至可以把自己读书的声音录下来，确定自己不是太单调。作为老师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观察一下小朋友的反应啦。如果你那个书本上明明那个是笑点，可是小朋友都不笑的话，你就要反省一下自己了。那最后我有一个不要做的建议，就是不要把每一个字都读出来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字 paraphrase？ 我以为我读完书就可以把这个做法抛开，但不。跟小朋友阅读，你最好还是要 paraphrase 一下，尽量把一些重要的人物、地方和事情讲一下就可以了。甚至你看图对话一下也是很好的。当然，这也很取决于小朋友本身的耐心程度。如果你发现小朋友一些专注不了了，你可以问一些我们叫 open-ended 的问题。open-ended 的意思简单来说是不能只用 yes or no 来回答。Close-ended 的话，有一个 example 就是 Do you like caterpillars？ 小朋友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。Open-ended 的话，相反会是 What do you think this caterpillar will do？ 那小朋友就可以用这个问题去表达
他们自己的想法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一些小建议给大家，可以在家里留意一下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我的影片有建议啊，或者是问题讨论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。下个礼拜呢，我就希望可以探讨一下 multilingualism 或者是 bilingualism 这个问题。那主要呢，我知道的问题就是包括需要规划家里的成人只能说某种语言哦，那就是爸爸讲国语或者是妈妈讲广东话，然后小朋友在学校里学英语，或者是语言一定要小时候才可以学好，那个是真的吗？另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会中英掺杂，我要去更正他吗？那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topic 也有什么其他的疑问，也可以留言哦。有兴趣的话就记得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分享，谢谢大家。